68岁的张大爷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这个村子并不大，这里的人们大都过着质朴的农耕生活，张大爷也不例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单而又安静。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他几年前进山遇到一头受伤的野猪之后，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张大爷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起床忙活开了，平时话语不多，在村民们的眼中，他属于老好人的类型。唯一的爱好就是抽旱烟，无论走到哪里，烟袋总不离手。那是一个夏天，张大爷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随便吃了几口早饭，趁着早上凉爽，便拿起柴刀去山里砍柴。在路过一片茂密的丛林时，突然听到树丛中传来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嘶吼声，当时也把他吓了一大跳，连忙退后了好几步，连旱烟袋都给扔出几米开外。虽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深山之中，见到的野生动物也不少，可基本都是远远的看上几眼，这些动物们就避开了，从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野兽。听着近在咫尺的野兽嘶吼声，还是挺瘆人的，一时也没了主意，当场就愣在原地，也不敢动弹，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从树丛中窜出凶猛的野物向他扑来。可他紧盯着发出嘶吼声的树丛老长时间，也不见有其他动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竟然大着胆子一步步朝着发出嘶吼声的树丛走了过去，想看个究竟来。走到近前，可能因为树木加上蔓藤太茂密，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只好用砍柴刀砍来一根木棍去挑开树丛来看个清楚。他刚把木棍探向树丛中，冷不丁的又是一声嘶吼声传来。张大爷吓得赶紧把手缩回，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到一棵大树下才停了下来。等他缓过劲来时，本想就不在里面耽搁了，赶紧去砍柴要紧。可没走几步，树丛中又传来嘶吼声来，这也让他心里感到七上八下的。要是不弄个明白，估计砍柴都觉得没劲儿了。经过他刚才拿着木棍试探了下，除了嘶吼声外，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他索性大着胆子走到树丛中，用木棍挑开，一定要看个清楚。即便期间也传来几声嘶吼声，他也没在意。他抱着不看到里面是什么野物不罢休的态度，硬是把那片茂密的树丛扒拉开来。这下总算是看明白了。只见一头野猪竟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看来这嘶吼声就是从这野猪嘴里发出来的。仔细一瞧，这野猪身上还有血迹，看样子是受了重伤，不然的话，遇到张大爷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都无动于衷。张大爷还是蛮紧张的，生怕这野猪爬起来攻击自己，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为了安全起见，他干脆坐在一边，拿出旱烟袋来，先抽上几口旱烟，先观察一下野猪的情况再说。一锅旱烟抽完，也来了精神。他发现这野猪的个头好大，足有400斤以上，腿上和背上都受了伤，应该是被食肉动物攻击的，伤口很深，流了不少血。最严重的是腿部，只见几块皮都被撕扯了下来。野猪此时安静地躺着，只是一双眼睛一直都盯着张大爷看，仿佛看到张大爷又燃起来生的希望一般。看到这里，张大爷也起了怜悯之心，可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想要带回家救治也是不现实的。他想了想，平时自己受了伤，一般都是在山里采些草药敷上就好了，如果用草药为野猪敷上，说不定也能起到作用。想到这里，说干就干，他起身四处找了一圈，采来很多治疗伤口的草药，用石头砸碎，准备给野猪敷上。可问题又来了，遇到这么大的野猪，他实在不敢太过于靠近，一旦惹怒它，那可就麻烦大了。万般无奈之下，他砍来些藤蔓，缓缓地将野猪的四肢都捆绑了起来，最后连野猪的嘴都被他给捆绑了个结实。说来也挺奇怪，
这野猪在被他捆绑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动弹，好像他很清楚张大爷是为了救他而做的防范措施一般。等做完这一切安全措施之后，他把采来的草药敷在各个伤口处，为其止血消炎。把草药敷完以后，他怕有别的猛兽再来攻击野猪，便把捆绑他的藤蔓都给松了开来，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野猪身上。他想也许这样让野猪嗅到人类的气味会远远地避开，会安全很多。能不能让这头野猪活下去，其实张大爷的心里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他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心情也舒畅了起来，便拿起砍柴刀继续进山砍柴。时间过得很快，等他砍完柴在回家途中想起了这头野猪，决定过去再看看情况。野猪的精神好了很多，见到他时并没有反感他的意思，朝他轰轰地叫着。张大爷想，也许是野猪饿了，没力气站起来去找吃的。他转身在山坡上割些青草来放在野猪嘴边，只见野猪也不客气，大口地吃了起来。他这才放心地离开。到了第二天，当他经过这片丛林的时候，再次来看野猪时，却让他很失望。野猪已经不知所踪，地上只留下了他之前给盖上的衣服和吃剩下的零星杂草。看到这里，张大爷不免心中有些失落，也不知道是野猪自己离开的，还是遇到野兽遭遇不测了。他只好离开，进山去干自己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张大爷淡忘了。然而3个月后的一天，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秋天已经到来，天气开始转凉。勤劳朴实的张大爷劳累了一天，吃过晚饭后早早就上床睡下了。在睡梦中被老伴叫醒过来，说总听到门外有动静，而且村子里的狗也叫得很厉害。老伴就想让他到门外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张大爷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屏住呼吸侧耳听了一阵，还确实听到门外有什么东西在走动的声响。他翻身起床，披了件衣裳，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口。透过门缝，借助月光，看到一头野猪正在门口走来走去，时而低头在地上嗅来嗅去，时而又抬头四处瞅瞅。起初他也被吓了一跳，可仔细一瞧，又觉得这头野猪似曾相识。这时好像野猪也发现了藏在门后的张大爷一样，朝门边挪动了几步，仰起头朝他看了过来。当他看到这头野猪看向他这边的眼神时，终于想起来3个月以前在丛林里被他救过的那头野猪来。他缓缓把门打开，走出门外来。野猪看到张大爷出来，一边发出低沉的声音叫着，一边向张大爷走来。此时的张大爷显得有些紧张，不知道野猪下一步会做什么，只能僵硬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看野猪并没有显现出要攻击他的意思来，心里稍许平静些。就在野猪快要接近张大爷的时候，不知道他老伴什么时候也走到了门口。看到如此情景，以为野猪是要攻击张大爷。老伴的一声惊叫打破了黑夜中的沉寂，这惊叫声把站在门口的张大爷吓得跳了起来。等他缓过神来看，野猪早已没了踪影。等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给老伴儿讲了一遍，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从这以后，这头野猪时常到了深夜就来到张大爷家门口，张大爷也习以为常了，跟这头野猪渐渐熟悉了起来，甚至还能摸摸它的头。野猪有时和张大爷近距离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用嘴拱拱他的裤腿，就像养了一头家猪一般温顺乖巧。张大爷也不知道野猪为何到了深夜来找自己，以为是饿了找他来要吃的。他也时常慷慨地拿些自己家母猪吃的精料来喂它。又过了几个月后，一件令张大爷和老伴高兴的事情发生了。转眼到了寒冷的冬天，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张大爷家的母猪肚子越来越鼓，像是快要生猪崽子了。张大爷和老伴也很紧张，一直都守在母猪身边，生怕到了深夜生了小猪崽会被冻着。
到了第二天深夜，母猪真的开始生出了小猪崽来，总共12头。可奇怪的是，越看越不像家猪的样子，倒像是野猪的模样。这也让老两口彻底懵了，一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看着这些小家伙们可爱的模样，挺招人喜爱，赶紧点燃柴火来为他们取暖。老两口忙活了大半夜，天快亮了才去小睡了一会儿，又要起来照顾这些小猪崽子们，生怕他们会饿着或冻着了。一直忙到晚上，当这头野猪再次来到张大爷家门前，他这才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起来。原来这野猪就是头野公猪，自己家的母猪能生出小野猪崽来，也就不难解释了。经过张大爷老两口精心喂养，这12头小猪崽长势很喜人，全部都很健康，而且远比家猪生长速度快。周围邻居们都听说了这件稀奇事，纷纷跑来一探究竟。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一些外地老板前来提前订购了这些野猪崽，价格当然远比家猪的高了。这也让张大爷老两口乐坏了，大家都说是因为张大爷心地善良，救了野猪一条命。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对于一只凶猛的动物视若无睹。是个西班牙赛车手，平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赛车。他身处在各种不同大小场合的比赛，对于这种职业模式，琼乐在其中。琼是在10几岁的时候突然间迷恋上赛车的，即便家里人非常反对，也还是不能阻挡琼的练习热心。经过家人再三打压之后，反而让琼越战越勇。最后家人拗不过他，只能放任他不管。赛车手虽然是个很危险的职业，但是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可以去很多地方进行参赛，不管是当地还是外地，只要是有赛事的地方，琼都愿意去参加。一次偶然机会，再次来到外地参加当地赛事，因为要提前了解赛场，所以琼先去场地观察一圈。没想到在丛林深处意外发现了一只小猎豹，它身披豹纹毛发，由于外形娇小可爱，所以第一眼看到小猎豹的时候，琼相当的兴奋。应该是猎豹妈妈不小心遗弃这个小家伙，所以才会让小猎豹如此可怜。琼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要将小猎豹带回家。担心其他伙伴会害怕，琼悄悄地将猎豹放在皮箱内，特意在皮箱外部扎了一些微孔。除了身上的战衣之外，皮箱内的所有东西都要为这个小家伙腾地方。比赛完成之后，琼兴高采烈地将猎豹带回家。担心父母会发现小猎豹，琼偷偷将猎豹放在屋后空置的小屋内。每天琼偷偷跑来给猎豹喂食，偶尔还会带着书本让小猎豹陪着自己写作业。不久之后，小猎豹被父母发现，但是孩子已经迷恋上这只小猎豹，家人早已没有办法阻止，特意允许给猎豹增加更好的伙食。就这样，在琼一家人的细心照料下，小猎豹逐渐长大。作为赛车手的琼还会照常参加各种比赛，难度也随着他的技能增加而提升。可在2012年一次高难度比赛当中，琼遭遇事故。由于当时车速过快，直接让琼从车上跌落下来，与地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高速摩擦力之下，让琼下身动弹不得。现场人员赶紧将琼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医生努力之下，最后宣布可以保住琼的性命，但他今后不能再走路，更不能参加赛车。下肢瘫痪的结局，琼迟迟不肯接受。他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一样，感觉生命也失去了意义。如果一直让他这样耗费自己的美好时间，琼感觉就要窒息。回到家之后的琼整日闷闷不乐，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之前被他救下的猎豹出现在琼的眼前。猎豹慢慢走向琼，默默趴在琼的轮椅后面，就像是一只乖巧懂事的小花猫，拥抱着琼乘坐的轮椅。琼看到猎豹的到来，内心似乎平静了一些。琼想起了猎豹刚被救回家里的样子，想着他们曾经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想着每天回家之后，猎豹静静在院里等待琼的出现。所有一切仿佛在昨日才发生，但画面却出现两种不同的极端。原来是琼在守护猎豹，他每天都在细心照顾猎豹的起居，可如今琼已经失去了基本生活能力，只能依靠这个轮椅来度过下半生。
虽然猎豹不能像琼曾经那样事无巨细地照顾人，但是猎豹却愿意不离不弃地守护在琼的身边。此时的猎豹更像是琼的家人，只要琼在家的时候，猎豹都会跟在琼的身后。如果是去果园采摘，猎豹也会尽自己力量帮助琼去推轮椅。两者相互合作，很快抵达果园。在猎豹的陪伴下，琼慢慢走出心理阴影。他学会接受如今不健全的身躯，既然事情已经成定局，倒不如大方接受一切，所有好坏都要坦然面对。对于身边这个伙伴，琼变得更加依赖他，两者就像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琼开始向猎豹吐露自己的心事，就算是猎豹丝毫听不懂，都不妨碍琼的倾诉。人与动物都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立场出现了大调动。而他们初心如旧，不能做到相濡以沫，却努力想博得对方欢心。这种坦诚的交换也获得了最好的结果。狗狗对着床上睡着的孩子叫个不停，这是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名字叫卢克，他的狗狗有一个炫酷的名字。因为卢克是星球大战的忠实粉丝，所以他给这只狗狗起名叫绝地武士。不要小看了绝地武士，现在他已经不只是卢克的一个陪伴，他早已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守护者。小男孩卢克和他的布拉多绝地武士一人一狗，几乎每天24小时都要待在一起，因为绝地武士对他来说异常重要。这是因为卢克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1型糖尿病，他的家人必须时刻监测他的血糖水平。1型糖尿病也被称之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或青少年发病型糖尿病。该病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患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以维持生存。该病通常起病较急，病情起伏比较大，不容易控制，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死亡。自从卢克被检查出得了这个病，他的父母每天都担惊受怕。卢克的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生怕一下监控不到他的血糖，他的生命就会出现危险。直到后来，卢克的家人了解到有一种专门训练来帮助糖尿病人的服务犬。服务犬是类天生经过严格训练不同类型的犬科，通过专业的训练教导，被用来服务那些身体或生理上有所缺陷的人们。其中有一类服务犬就专门服务于糖尿病人，它可以通过对主人血糖中的化学成分来提供独立性和安全性的警告。有的时候，糖尿病人高血糖和低血糖会散发出不同气味，这个味道人类是无法闻到的，但是狗狗可以。所以一旦糖尿病人的血糖出现变化，狗狗就能够第一个知道，并且警告主人，主人就能够通过仪器的判断来确定是否需要注射胰岛素或者葡萄糖。虽然卢克的父母内心仍对服务犬能发挥作用充满了怀疑，但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他们找到当地的服务犬机构，为卢克填写了申请表，领养训练成为服务犬的狗，会比普通狗的要求稍微严格一些。工作人员会严格对申请人员进行筛选。经过审核，当地机构认为卢克符合资格。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为卢克调来了一只狗狗。工作人员为卢克挑选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这只拉布拉多十分聪明，并且透人性。它经过了复杂的技能培训，经过训犬师严格训练的狗狗，已经是一只完全可以用于帮助糖尿病人的警觉犬。工作人员让卢克把狗狗先带回家试养一段时间。卢克见到这只黑色拉布拉多的第一眼就觉得它帅呆了，同时也给了这只狗狗一个炫酷的名字——绝地武士。绝地武士就这样跟着卢克回到了他的家。他就这么走进了卢克的生活。绝地武士很快就发挥了自己作为一只服务犬的作用。每当觉得身边的卢克血糖异常时，绝地武士就会跑去提醒卢克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会过来检查卢克的血糖水平。卢克的爸爸妈妈就曾说过，绝地武士每天会提醒我们6到8次，我们也会给他很多奖励。有了绝地武士的守护，卢克的家人也放心了。每当卢克处于危险之中，绝地武士都会第一时间察觉到。意外很快就来了，就在上周4晚上，家人在检查过卢克的血糖水平是正常状态后，就安心的让他睡觉了。像往常一样，绝地武士就待在卢克的身旁，寸步不离，陪着他入睡。然而，卢克在睡眠中血糖突然下降，从100毫克每分升降到了57毫克每分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但好在绝地武士很快察觉到了卢克的异常，
他丝毫没有迟疑，立刻去叫醒了卢克的家人，及时将卢克从危险的状况中解救了出来。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绝对无视，卢克的家人根本没法及时察觉到卢克的血糖异常。狗狗帮他们承担了很多，他表现得很棒。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全心全意地守护卢克。卢克的确是不幸的，从小他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生命中有了愿意守护他的狗狗。狗狗来到了他的身边，给了他满满的温暖和陪伴，让他感受到了生活快乐美好的那一面，并且守护着他的生命。卢克不会再被病痛击败，他被狗狗的爱鼓舞着，也因此他会和疾病抗争到底。就在另一边，也有一只狗狗在守护着自己的小主人。西伯利亚哈士奇有着锐利的蓝眼睛和一张看上去很吓人的脸，你一定见过很多这样的西伯利亚哈士奇。虽然表情严肃，但实际上它是一只非常开朗、友好和听话的狗狗。在有婴幼儿的家庭里，宠物和儿童的互动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你们就能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这只哈士奇的名字叫米莉，从小主人出生就一直陪伴在了小主人的身边。在英国的一个房子里，米莉躺在床上打着哈欠，小主人想让米莉离开他的床，但米莉丝毫不动。片刻后，两个人安静地躺在一起睡着了。这幅场景看上去十分美好。小主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米莉还有些嫉妒小主人分走了主人一部分的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米莉的脾气非常好，每天都帮着主人带孩子，还非常照顾小主人。有时候米莉就乖乖地让小主人坐在她的身上一起玩耍，小主人总是拿着各种玩具要米莉陪他一起玩。尽管米莉总是陪着小主人玩游戏，也是很累，还总是被小主人整蛊，但是米莉一直都很有耐心，她对小主人有足够的包容力。她好像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承担照顾这个新来到这个大家庭里的小主人的责任。原本的哈士奇是狗界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从来都是各种为主人添乱，各种撕家。可是面对小主人，它其实也是非常温柔的。小主人睡着了，米莉就在旁边趴着，就像是护卫一般，怕小主人有任何闪失，简直就是小主人的贴身保镖。狗狗是非常聪明而且温柔的动物，狗像小孩子一样，教育可以让它成长。不要轻视狗狗的智商，也许它听不懂我们的语言，但是它可以领会很多意思。在好的教育和关爱下，它会学会很多惊人的技巧，发自真心地爱护这家人。在电影里，宠物小精灵和小智的感情令人唏嘘，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不少孩子与宠物之间温馨互动与美好故事。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家长和孩子都喜欢宠物，那么家长可以试试看让孩子养只宠物，说不定通过养宠物，孩子自身也可以获得成长呢。